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 MSI 最新推出的电竞掌机 MSI Cloud。最大的亮点就是 MSI Cloud 是首款搭载了 Intel Core Ultra 处理器的电竞掌机，并且同时提供了 Core Ultra 5以及 Ultra 7两个版本选择。Core Ultra 这个世代最大的重点就是采用了全新的 Intel 4制程，并且内显也从 Iris Xe 换成了 Intel Arc 内显。这个提升到底有多大？我们直接用数据来看最清楚。以 3D Mark TimeSpy 来说 ，MSI Cloud 的 Intel Arc 内显拿下3526分。对比上一个世代满血96 EU 的 Iris Xe 内显，提升幅度达到了 2.48 倍，没错，翻了快 2.5 倍的效能。也正是因为这次的内显效能大幅提升，这也让 Intel 处理器跟电竞掌机的结合成为了可能。总之，在你们看到影片的现在，我们也体验了 MSI Cloud 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细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关于 MSI Cloud 你该知道的10个重点。嗨，欢迎回来，我是栗子。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 MSI Cloud 长期体验下来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一次说清楚，完整的把数据面的表现测完，并且也说一说长期体验下来的实际心得。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我们一样先从外观设计看起。我觉得外观认识 MSI Cloud 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亮点。原因很简单，就是手感以及重量平衡真的做得不错。经过我们实测 ，MSI Cloud 的重量落在671克，以主流掌机来说并不算轻，因为 MSI 在里面塞了一个非常大的53瓦时大电池。不过在我第一次上手 Cloud 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手感是真的好，不只是重量平衡做得好，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 MSI 加厚了两侧握持的厚度。并且手托也是根据握持角度设计，用白话文说的话就是人体工学的意思。当你放上去的时候，手掌就可以自然的贴合在机身上，所以实际体验 Cloud 的体感就会低于你预期的671克的。到时候大家到现场实际摸一摸最准。这次的手感是真的调得不错，并且 MSI 应该也有特别算过背键的位置，所以你放上去，手指头刚好可以避开背键握持。当然，更极致的做法是直接把背键做成内凹。但在触发上就没有这么容易，外凸式的背键在触发上还是比较简单顺手的。蛮好奇大家背键的使用频率是高还是低？然后平常是玩哪些游戏会用到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吧。另外 ，MSI Cloud 也内建了把狙击设定在背键的选单。而在设计上 ，MSI Cloud 就是采用黑化到底的机身设计，一体性蛮好的。不过在还没有开机亮起 RGB 之前，感觉有点过于低调。不过最终市售版反射率的调整，感觉有比当时我们在 CES 展场上看起来好。现在的表现跟 Steam Deck 的黑比较相近。不过翻过来背面，在手托两侧表面的摩擦比较细，所以如果常常在桌面摩擦，可能会留下亮痕，大概像是画面上这样。这一看就知道我们是真的有在认真测试的痕迹啊。另外右下角 Core Ultra 7的贴纸也是客制化的迷你版本。两侧的蘑菇头下方有 RGB 光环的搭配，分区够多 ，RGB 灯效的过渡流畅，心灵上的效能加成有加分成功。比较特别的是 ，MSI 在 ABXY 按键上也加上了 RGB 灯效。大家入手之后，也可以透过 MSI 针对掌机推出的 MSI Center M 控制中心，直接调整和客制化 RGB 效果。而在按键手感上，在 RB、LB 按键上，有些人习惯叫做 R1、R2 反正就是上面这两颗 MSI 选择了更软、更肉的手感，触发距离稍长，但也因为比较软，所以相对起来其实是容易按压触发的，但在回馈感上就没有这么明确，会是需要稍微习惯一下的触发点手感。不过这也让 Cloud 的这两颗按键在体验上非常静音，反而下面采用霍尔感应器的 RT、LT 在扳机触发音量上显得略大。这边我们也提供一小段的声音给大家参考。其他按键包括蘑菇头、十字键、ABXY 的手感就是正常水准，我自己玩下来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蘑菇头采用的是比较平的雾面设计，如果比较在乎操控感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略滑，可以准备止滑贴，应该会更加顺手。当然，我相信买来直接拆机换掉的朋友也是大有人在啦，这就看大家的习惯即可。另外 ，MSI Cloud 在 MSI Center M 当中也有提供所有按键的客制化设定，你可以调整对应的按键，调整蘑菇头的死区，调整扳机震动程度，
甚至刚才提到的设定备件聚集、组合键等等功能都有。不过我想敲完一下，感觉各家之后可以考虑加上即时体验按钮的界面，即时 demo 调整后的手感，或是调整震动强度的时候，可以直接给一个对应的震动强度。目前这一块是真的比较少人有做，但做了应该会蛮实用的，可以马上测试调整后的手感。而在机身配置上，所有的 I/O 都在顶部，电源键在最左侧，采用电源结合指纹辨识的设计，开机后摸一下就能解锁，辨识率也算不错。不过有一个小地方，目前无法直接按一下电源键就关闭萤幕进入待机模式，期待 MSI 可以尽快加入这个功能啊，毕竟这是一台掌机，随时随地关萤幕的需求还是比较明确的。再来是 microSD 插槽，官方规格为 UHS 2。我们这边也透过 512GB， 最高每秒 130MB 的三星 EVO Plus 实测，可以达到94以及85MB/s 的循序读写速度。接下来这个就有趣了，因为 Cloud 采用的是 Intel 处理器的掌机嘛，所以这个 C 口居然也支援了 Thunderbolt 4的协议，搭配上 Thunderbolt 4可以做到局电串接的特性，我觉得这让 Cloud 的想象空间蛮大的。如果你是偶尔会把掌机当成小主机变身成桌机办公的朋友，那有 Thunderbolt 4接孔真的实用，并且 Intel 处理器在许多办公和创作软体上也有加成的效果。所以如果你买掌机，其中一个需求就是拿来外接变成文书或是简单工作的朋友，那我觉得 MSI Cloud 针对这些复合使用需求的朋友，的确是蛮有吸引力的选择。例如，我们简单实测 Premiere Pro 2024的10分钟 4K 影片输出，这是针对一般 YouTube 4K 影片的剪辑需求设计的测试项目。MSI Cloud 花了12分40秒输出完成，而 Z1 Extreme 则是花了14分26秒左右，省下13%的输出时间。影片输出也是挨家传统的效能加成项目啊。话说，我真的没有想到2024居然连掌机都可以拿来输出影片啦，而且表现是真的不差，已经比很多轻薄笔电都更快了。接着看完 I/O， 中间有着 True Gaming 的标示，右侧则还有 3.5mm 音讯接孔以及音量按键。好，讲完了外观，接着我们就来实测本期节目最重要的地方 ，Cloud 的实际效能表现到底如何呢？我们也就不废话，直接把 Cloud 的防拆贴戳破，拆开，先来看硬体规格。MSI Cloud 的拆解不算太难，只要步骤对了就没太大问题。我建议的拆法是先卸下背后的6颗螺丝，其中5颗可以取下，有防拆贴的那一颗为固定设计。只要从底部轻轻搬开，下面就会分离。接着上面的卡扣，千万不要大力出奇迹，轻轻抬高，左右位移，角度对了，整个后盖就会下来了。接着看到内部，如果你想要自己换 SSD 的话，因为 MSI 把网卡和 SSD 都压在风扇下面，好处是有风流带动，所以完全不会有积热的问题。但是拆卸的话，就需要把整个模组拿出来。这边也教大家拆装，首先一定要先断电，一定要先断电，一定要先断电，很重要，所以讲3次。拉住电池排线，稍微往上用力抽，这样就下来了。接着卸下电池上的4颗螺丝，就可以轻易取下电池。这个53瓦时的电池，以掌机来说非常大呀，拿起来很有分量。实测电池的重量就达到大约200克。接着往下拆，散热模组总共有2颗螺丝 ，CPU 上则有另外3颗螺丝，全部拧开后断开2侧的风扇排线。这边建议可以搭配简单的拆机棒，稍微松动散热器和 CPU 中间的散热膏。接着就可以完全的把散热模组取下来了。反过来，可以看到背面的发热位置也都填充了散热膏。MSI Cloud 采用2根热管搭配双风扇的设计，以掌机来说也是非常豪华的散热堆料。经过我们实测，在极致效能模式下跑20人的 SunnyMark 压力测试，稳定度达到 99.7%， CPU 平均69度，正面最高温来到 36.6 度，背面36度，握持区域也都算凉快。MSI Cloud 的散热表现的确不错啊，同时噪音控制的数据也很漂亮，环境大约是42分贝，自动模式最高也就是45到46分贝。若是手动把风扇拉满，实测则是可以达到55分贝的，所以 MSI 的风扇策略还是偏向保守，但也合理，毕竟掌机就拿在手上，风扇如果接近50分贝，就会开始干扰体验了。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MSI 这次还加上了内流式的散热设计。简单来说，可以看到 MSI 在2侧的风扇上还加上了密封胶条。而我们把风扇侧过来看，可以看到接近主板内侧这里是完全镂空的。如此一来，当风扇运作的时候，在机器内侧，也就是我框起来的这个地方，会产生风流。这样的设计可以把主机上的积热带走，
避免 CPU 的热解掉了这个主板上严重积热。microSD 记忆卡的散热也经过最佳化，不会有温度过高烧卡的问题。把散热器拿下来之后，可以看到右侧标的是来自凯霞2230规格的 M.2 SSD， 经过我们实测，均序读写速度可以达到5341以及2950 MB/s。有一个小惊喜是左侧的网卡采用的是 Intel Killer 系列的 BE1750X， 也就是支援 WiFi 7的网卡。我们也透过 WiFi 7路由器实测 ，MSI Cloud 的确可以知道 WiFi 7，也就是 802.11b1 的讯号，也可以接收6 GHz 的频段，并且支援 MLO 网路。这张网卡5 GHz 加6 GHz， 最高可以达到 5.8 Gb/s 连接速度，也支援320 MHz 的大频宽，我觉得算是 Cloud 的一个小亮点。接着，我们把核心上的散热膏擦干净，就可以看到这次的重头戏，也就是 Intel 新世代处理器 Intel Core Ultra 7处理器 115H 本人啦。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CPU 上面有浅浅的4道分区，而这4个小区块也真的是分开打造，最后再透过 3D 封装在一起的哦。右下角这块是 Compute Tile， 也就是 CPU 大小核的位置，也是最主要的运算区块，采用的是全新 Intel 4制程所打造。接着上面这一小条是 I/O Tile， 右侧这一大块叫做 SoC Tile， 这2块采用的是台积电 N6 制程所打造。而这次 SoC Tile 最特别的地方有2个，第一 ，Intel 在 Core Ultra 系列当中直接内建了 Intel AI Boost NPU。今年你会一直听到 AI 笔电，原因就是内建的 NPU 更有利于 AI 软体的运算需求。像是过去在视讯的时候，以前透过 GPU 达成背景模糊，大多需要20到30瓦以上的功耗，而现在透过 NPU 大约只要5到10瓦就搞定了。反正就是让对的人做对的事的概念，并且 SoC Tile 里面也包括了低功耗 E-Core， 也就是更省电版本的 E-Core， 可以帮助待机下做到更低的耗电。而这次的重头大戏就是左侧的这一块，叫做 Graphic Tile， 也就是内显的部分，采用的是台积电 N5 所打造。并且今年 Intel 的内显也是大升级，从过往的 Iris Xe 内显，这次直接升级成了 Intel Arc 内显。以 Cloud 搭载的 Core Ultra 7 155H 来说，就拥有8个 Xe Core。我们这边也实测 MSI Cloud 在 3D Mark Timesplay 当中拿下3526分，对比上一个世代96 EU 的 Iris Xe 内显，提升达到了 2.48 倍。这次内显的提升真的非常大呀！这个表现也比隔壁阵营的 Z1 Extreme 高上了 24.5%。Intel 这次的内显的确是拼了。不过看回内部，还有一个小地方，这次 MSI Cloud 的控制键模组，我觉得蛮好替换的，卸下4颗螺丝就可以取下整个模组。如果你想要替换蘑菇头，也只要卸下2颗小螺丝，以及后面这根黑色排线就能取下替换。整体来说，我觉得 MSI Cloud 的拆装其实对动手能力强的朋友来说并不难，就是螺丝多了一点。散热和电池容量以掌机来说都算足够豪华，内流式的散热设计不错。不过如果要说替换 SSD， 就需要把电池和整个散热模组整个卸下。但是 Cloud 是512起步 ，Ultra 7版本就直接 1TB 了，所以替换的需求应该是不会太大。哦对了，拆机要记得准备散热膏哦。控制区块的模组化设计蛮不错的，拆装和替换都非常容易。采用 Intel Killer 的 WiFi 7网卡也是亮点之一。好了，接着就进入到实测环节。我们这次手上的 MSI Cloud 是搭载 Ultra 7 155H 的版本，搭配 16GB LPDDR5 的 RAM 以及 1TB PCIe 4.0 SSD。依照惯例，先来测理论效能。首先看到 Cinebench 单 ，MSI Cloud 单核拿下1766分，多核13854分，峰值效能跟 Z1 Extreme 落在差不多的表现，都是单核1700到1800，多核14000左右。另外，这边补充大家比较关心的瓦数差距。这次 MSI Cloud 在 3M 当中总共5档的效能选项，第一档是 AI 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会根据你的使用场景自己切换效能模式，游戏下最高也可以达到40瓦左右。另外还有极致效能、平衡、超级省电3档，在游戏内可以透过右侧的快速控制选单及时切换。这边也敲完 MSI 之后，可以直接在快捷选单上加上瓦数限制的设计，调整上也会更加直觉快速。所以我们这边当然也帮大家测一下每一档的瓦数设定。在插电状况下，效能档 CPU 可以解放到37到40瓦，平衡之下大约是35瓦，超级省电模式下大约是20瓦。而如果是在电池模式下，效能大约是30到32瓦，平衡30瓦，超级电力20瓦，并且在超级电力模式下 ，CPU 以外也会同步成省电设定。像是你看，我切换到超级电力模式 ，RGB 也会马上被关闭。
此外 Center M 当中也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插电之下最高可以到40瓦，最低20瓦；电池之下也是蛮激进的，最高可以达到35瓦，最低同样20瓦。我们这边也提供不同瓦数限制下的 Time Spike 跑分差异给大家参考。首先，最高当然就是在40瓦之下可以达到3585分，35瓦3475分，其实只占了3%的效能。30瓦3271分，25瓦3041分，20瓦2646分。另外，在 MSI Center M 控制中心当中，除了可以调整效能和灯效，也可以客制化快捷选单要放哪些东西进去。不过目前最多就是放12个，有点不够用，感觉可以再开放多一点。另外，在首页也可以直接看到所有游戏清单，并且一键快速开启你想要玩的游戏。最新玩的游戏也会自动放在第一个。另外，这个我很喜欢，上面就直接有各家平台的启动器，这个好用。比较特别的是 ，Cloud 也内建了 MSI App Player 的应用程式，可以直接在 Cloud 上面执行 Android 的游戏。此外 ，MSI 也内建了控制 OSD， 有一个小优点是触控的时候可以直接穿透 OSD， 点到下面的选项，而不会被 OSD 挡住，这个好评。但是目前 OSD 还没有显示 FPS 的选项，期待后续加上。好，这里是2024 3月7号的驴子。结果隔没几天 ，MSI 马上就推送了 MSI Center M 的更新，目前已经在 OSD 加上 FPS 了，并且在电池模式之下，也可以直接看到整机的功耗瓦数。快速更新，先给个好评。控制模式也可以分别设定手把和桌面2种模式。好，聊完了理论效能，接着就来测实战表现啦。游戏部分我们会着重测2个档位，一个是插电之下的极致效能，也就是解放到40瓦的最高档位，以及电池之下现在在20瓦左右的超级电力模式。这2个模式应该比较符合一般玩家插电和不插电下的档位设定。首先来测主流 DOTA 游戏《英雄联盟》，这次的 Ultra 7拿来玩 LOL 是真的有点料啊！在插电效能模式会战场景之下，平均可以达到310帧，并且我们也同步测了，即使是在电池之下，设定为20瓦的超级省电模式，依旧可以达到平均262帧的表现。看来 Core Ultra 世代的轻薄笔电内显全程顺跑喽，不是梦啊！接下来是新一代游戏软体 Cyberpunk 2077，这个结果就比较意外了，应该也是受到 Intel 驱动影响的关系。MSI Cloud 在 1080p 低画质，并且开启 XeS 之下，跑出了平均38.5帧的表现。在20瓦之下，更是只有平均31.3帧。这个明显不是这次 Intel Arc 内显全部的实力，看来就算是内显版的 Intel Arc 也有占未来的特性啊！期待 Intel 可以推送主流3A 的最佳化更新，炸出 Arc 内显的全部效能啊！在 Forza 5 1080p 低画质下也有类似的状况，在没有开启 XeS 之下，达到平均53帧。开启 XeS 之后，第一次测试反而还略降到平均50帧，这个明显在驱动上也有些问题。直到前几天又推了一版驱动，这才来到了平均54帧的表现。不过其实 Forza 5的 DLSS 也坏过一阵子，前一阵子才修好。所以这个锅到底是 Intel 还是微软，可能要等他们打一架再来。不过另一方面，目前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 ，Intel Arc 驱动的更新频率依旧是非常高的。我们才刚测完，又推了新版驱动。我相信 Intel Arc 内显最佳化，应该还是 Intel 目前最核心的专案之一。接着来看到古墓奇兵暗影，这个表现就比较正常了。在 1080p 低画质插电效能模式中，开启 XeSS， 平均可以达到67帧顺跑的表现。而在电池超级省电模式下，也可以达到平均55帧顺跑。而在 God of War 战神当中，目前尚未支援 XeSS， 所以只能套用 FSR 2.0。在 1080p 低画质插电效能模式下，开启前大约是平均29.2帧，开启后可以达到平均38帧。而如果你想要用电池玩战神，就建议稍微调低画质，选择 720p 低画质，这时候平均可以达到38.8帧。并且记得更新最新版的 Intel 驱动，会大大降低在场景切换的卡顿问题。再来一款经典的游戏《死亡搁浅》，表现也还 OK， 在 1080p 低画质之下，平均可以达到63.2帧。而在电池选择超级省电之下，也还可以达到平均43帧的顺跑。最后来测《刺客教条：幻想》，在 1080p 低画质之下，同样先测插电下的效能模式，平均可以达到43帧。即使是在电池超级省电模式下，也还有顺跑平均37帧的表现。而如果是比较追求帧数的朋友，选择 720p 低画质插电效能模式下，就可以达到平均53帧。电池超级省电下也有平均46帧的表现。好，游戏就先测到这边。只有一个重点提醒，就是入手之后一定要记得去更新 Intel 的显卡驱动。
就以刺客教条幻象来说，在更新之前 1080P 低画质大约只有电影级帧率，平均25帧的表现。在最新版本之下，已经可以达到平均43帧，并且我们看了一下占用和频率，应该都是还有空间的。期待 Intel 继续最佳化喽。测完游戏，接着来看这次 MSI Cloud 这块萤幕的表现如何。MSI Cloud 采用的是一块7寸 FHD 120Hz 显示器，并且这块萤幕也支援了 VRR 可变更新率。并且我们有发现 MSI 这块萤幕虽然是亮面，但是有做抗反射处理，对比一般的亮面萤幕也更不容易反射。而在显示效果上，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直接上测试结果。经过帮你团队实测 ，MSI Cloud 并没有内建描述档，所以只能实测这块萤幕可以达到96%的 sRGB、73.4% 的 Adobe RGB 以及70%的 DCI-P3。CCT 来到7500K， 同样选择了讨好眼球的风格。我们这边也实测色准，在色彩准确度上，平均 Delta E 可以达到差一点点就小于2的平均 2.01， 最大 Delta E 5.67。CCT Delta E 因为选择讨好眼球的7500K， 所以 Delta E 也来到了 7.5。不过以游戏掌机来说，这块萤幕没什么太大问题，表现跟同级的 Windows 掌机也差不多。在萤幕亮度表现上也很不错了，手动最大亮度可以突破510尼特，在比较亮的环境中也相当游刃有余。另外还有一个小亮点是喇叭，这次 MSI Cloud 的喇叭表现真的不错，这边也放一组对比让大家参考。而在续航表现部分 ，MSI Cloud 搭载53瓦时的电池，我们也跑了 PCMark 10的测试，拿下6个小时55分的成绩。以笔电的角度来说，其实也在水准之上了。而如果是游戏的话，在极致效能和平衡模式下，3A 大约可以达到1个半小时左右的续航，在超级电力模式下，则可以达到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的续航。不过因为 Cloud 的内建选项最低也只到20瓦，应该是考量到能耗甜蜜点所做出的取舍。所以分成2个情境来说 ，MSI Cloud 如果你会拿来复合场景使用的话，例如拿来在外简单文书，那续航的优势就能发挥，也的确是一大亮点。不过在游戏上，因为最低也只能设到20瓦，所以极限应该就是2个半到3个小时极限了。而在充电上，官方随附的是60瓦的 USB-C 充电器，不过这个充电器有点出乎意料啊，居然是2节3插的设计，我觉得是优点也是缺点。缺点很明确，以掌机轻巧的特性来说，这个体积的确太大了。但另一方面，这也应该是最长的掌机充电器，所以如果你很在意长度，那这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加分项。但我自己带出门，应该是会另外购买体积更小的65瓦，或是直上100瓦的氮化镓充电器，携带上也会更加轻便。充电速度上，经过我们实测，官方65瓦半小时可以充43%，1小时81%，1个半小时其实就已经充了99%。最后的1%花了12分钟充满，所以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42分，并且我们也实测原厂 PD 60瓦，最高大约可以达到60瓦。另外 MSI 在操控上同样没有内建触控板，不过在控制模式上可以选择桌面，透过摇杆进行操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Windows 11 23H2 在触控体验上又好多了，像是系统层级的软体，萤幕键盘大多都已经会自动弹出，甚至有些会自动调整输入框的位置，但第三方还是蛮混乱的。建议大家把萤幕键盘呼出的选项设定到控制中心的快捷选单当中，会更加实用。这只能靠微软继续努力了。最后来到总结 ，MSI Cloud 的整体表现到底如何？适合哪些人入手呢？我觉得掌机这个类别一直都是目标非常明确的类别，就是纯粹游戏。不过自从 Windows 掌机出现了之后，又刚好满足了我们以前对于小体积、高效能的想象，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先前我们做的掌机节目下面一定会有一大票用户留言，除了游戏，他们还拿来怎么用？拿来接电视搭配摇杆这是基本的，拿来文书当成小主机也大有人在。因为高规格的 NUC 小主机也可能已经跟掌机差不多，甚至价格还更高了，掌机反而成为了一个特别的选择。刚好这次的 Cloud 用的是 Intel 处理器，对我相信这些需求的用户，对于出现了 Intel 处理器的产品可以选择，应该是乐见其成，有点兴趣的。
不过换句话说 ，MSI Cloud 受益于 Intel Core Ultra 时代大刀阔斧大拉一把，大幅提升了 Intel Arc 内显，在理论效能上可以说是最强的内显掌机。不过从我们先前的测试中也可以看到，生产力、影片输出的确有大幅进步。游戏部分，如果已经稳定的游戏，的确可以知道这颗内显该有的效能。但是若还没有经过 Intel 最佳化的游戏，像是 Cyberpunk 就是一个例子，无法完全释放 Arc 的效能。所以说回来，依照惯例，也来说3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和3个期待。第一 ，MSI 的手感、电池散热都很好，给个好评。期待下一代同样继承下来，也是 Cloud 蛮明确的优点和取向。尤其大电量对复合使用者来说会明显有感。另一方面，我自己会期待在外观上可以再拉一圈啊，或是说更有 MSI 的电竞风格一点。目前黑到底感觉有点过于低调了，或是也可以朝向细节质感的方向走，我觉得也是好事。第二，影音娱乐部分，喇叭表现很好，表现真的很不错，萤幕的色域和亮度也都达到掌机的平均水准，表现是没问题的。但要说到期待的话，可以再加上萤幕效果选单，或是把萤幕占比再往上拉，甚至考虑上 OLED。最后 ，Cloud 以规格和表现来看，目前可以说是在散热、手感、萤幕、喇叭、续航各方面都是有顾到的产品，甚至散热和电池硬体都给得非常豪华。然后 Intel Arc 的理论效能也强 ，MSI 又上了很好的散热，所以在输出、生产力的表现上不意外的表现不错。但游戏最终给不给力，真的就是要看 Intel 接下来的表现了。希望我可以在这几个月看到，经过一次驱动更新，然后达成效能解放 ，FPS 翻倍这种场景 ，Intel 再加把劲吧。好啦，本期节目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测最多的数据和体验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是我们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